朋友们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哎呀，白银是不是崩了？我看价格跌得心慌，是不是该割肉跑路了？那些喊着要逼空华尔街的人，是不是都在骗我们接盘啊？说实话，看到这些问题，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不是因为大家不懂，而是因为我看到了大家心里的恐慌。这种恐慌恰恰就是华尔街最想看到的。如果你现在也盯着账户里的绿色数字发愁，甚至手指已经放在卖出键上犹豫不决了，那我求求你，给我20分钟，先把手拿开，深吸一口气，听我把话说完。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不仅仅是关于白银的涨跌，而是一个可能颠覆你三观的真相。这可能是你这辈子遇到的为数不多的能够从狼嘴里抢肉吃的机会。我们要聊的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堪称人类金融史上最大的库存魔术。我们要聊聊那凭空消失的5900吨白银，以及为什么说现在的暴跌其实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好了，如果不希望自己稀里糊涂被收割，动动手指给视频点个赞，这不仅是对我的支持，更是你在向资本宣告，我不傻，我不想做韭菜。咱们先从一件最离谱的事儿说起。各位，你们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诡异的现象？咱们打个比方，假设你去菜市场买猪肉，发现摊位上空空如也，猪肉贩子告诉你没货了，都要排队预定，而且还得加价。结果你转头一看新闻，专家却在电视上喊猪肉价格暴跌，大家都不要买。你会怎么想？你肯定觉得这世界疯了，对吧？要么是贩子在骗人，要么是专家在撒谎。现在的白银市场就是这个鬼样子。在现实世界里，也就是咱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市场，白银简直是缺疯了。你去问问美国的铸币局，他们的阴阳银币早就卖断货了，造都造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没有银胚啊，原材料都没了。你去看看那些大的贵金属交易网站，想买根金条银条，不仅要付高的离谱的溢价，还得排队等发货。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在抢实物白银，极度稀缺。可是你把头转过来看看电脑屏幕上的白银期货价格，也就是那个所谓的纸白银价格，好家伙，跌得那叫一个惨，有时候甚至给你来个断崖式跳水。这就怪了，明明实体店里抢破头，为什么交易所里却在甩卖？这就像是你家楼下的房子，大家都拿着现金排队要买，结果中介告诉你房价正在暴跌，2折甩卖，这合理吗？这显然不合理，这里面一定有人在撒谎。而这个撒谎的人，就是我们要扒皮的主角摩根大通，以及那个让无数散户又爱又恨的全球最大白银 ETF SLV。 很多朋友买白银图方便，直接在股票账户里买 SLV。 大家天真的以为我花钱买了一股 SLV， 摩根大通作为大管家就会老老实实的帮我在伦敦的金库里存进对应重量的白银。这听起来没毛病，对吧？所谓的 ETF 不就是帮我们代持实物吗？但是最近有个数字直接把这个童话故事给戳破了，这个数字就是5900吨。前段时间散户们搞了一次史诗级的集结，大量的钱冲进了 SLV。 按照规矩，进了这么多钱， SLV 就得赶紧去买银子入库。他们公布的数据是，他们在短短几天内增加了5900吨的白银库存。朋友们，咱们得对5900吨有个概念，这不是5900斤大米，全世界所有的银矿辛辛苦苦挖一年也就挖个2万多吨，这5900吨相当于全球整整3个月的总产量。而且要注意，这得是现货，是必须马上能拿出来的成品银条。哪怕你是摩根大通，你也不可能像变魔术一样啪的一下变出5900吨白银来。这些银子需要开采，需要提炼，需要铸造，需要运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地球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闲置的银条躺在仓库里等你来搬。但是 SLV 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地宣布，我们搞定了，入库了，账平了。你信吗？这就像是一个卖包子的，店里明明只有1笼包子，突然来了个旅行团订了1万个，老板进后厨转了一圈，2分钟后出来说好了，1万个包子做好了。这不就是把我们当傻子耍吗？紧接着更精彩的操作来了，这也是我觉得最恶心的一招。就在大家质疑这5900吨白银到底在哪儿的时候， GLV 悄悄的鸡贼的修改了他们的招股说明书。以前他们的条款写得很自信，大意是我们的白银都在库里，没问题，大家放心买。现在呢，他们加了一段非常绕口的免责声明，我给大家翻译成人话，意思就是，哎呀，如果因为市场太火爆，我们实在买不到足够的实物白银，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价格跟真实银价不一样，甚至如果以后发现根本没那么多银子，
你们也别来告我，我不负责。听听，这还是人话吗？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流氓逻辑。这就像银行告诉你，你存进来的钱我可能拿不出来，如果拿不出来，你也别怪我，是这届储户太热情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5900吨白银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他们只是账面上的数字，是一堆纸上的白银。那既然没有实物，他们是怎么把价格打下来的呢？这就得聊聊华尔街最核心的魔术手法了，纸面砸盘。很多散户不理解，说都在买，怎么价格还能跌？原因很简单，你买的是纸，他们卖的也是纸。在纽约商品交易所每天交易的白银数量是真实库存的100倍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市场上每交易100盎司的白银背后真正躺在仓库里的可能只有1盎司，剩下的99盎司都是凭空打印出来的合约。摩根大通作为最大的庄家，他们就像是赌场的发牌员。当看到你们这些散户冲进来买白银，想要把价格推高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去买真的白银来卖给你，他们只需要在这个电子交易系统里疯狂地开出空单，只要他们的资金量足够大，只要他们抛出的纸面合约足够多，价格就一定会被砸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明明实物在缺货，价格却在暴跌，因为价格是被无限量的纸合约砸下来的，而不是被实物抛售砸下来的。这就好比你去买限量版球鞋，如果耐克真的只有100双鞋，大家抢，价格肯定飞涨。但如果耐克突然印了100万张球鞋兑换券扔向市场，而且大家还都傻乎乎的以为这兑换券就等于球鞋，那这兑换券的价格肯定就不值钱了。现在的白银市场就是满地的兑换券。还有更损的一招，叫一女多价，也就是一块银砖可能同时属于5、6个不同的主人。摩根大通把这块砖租给 A 抵押给 B 又借给 C， 账面上大家都觉得自己有银子，其实金库里就那一块砖，只要大家不约而同的跑去提货，这个游戏就能一直玩下去。但是朋友们，重点来了，为什么我说这是10年一遇的机会？为什么我说摩根大通这次可能要玩脱了？因为这次剧本变了。这几年的市场教育，尤其是经历了游戏驿站那种散户大战华尔街的洗礼后，全球的投资者学聪明了，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买纸，要买真的。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通过 SLV 买白银，而是直接去买实物或者买 PSLV 这种真正全额实物抵押的基金时，华尔街的纸魔术就不灵了。因为你可以无限印纸，但你不能打印实物白银，你不能凭空变出化学元素 Ag。现在的库存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竭，伦敦金库的数据在下降，交易所的注册库存在下降，那5900吨的窟窿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滴答滴答的响。摩根大通现在是在硬撑，他们现在的每一次砸盘其实都是在虚张声势，他们想制造恐慌，想让你看着账户缩水，心态崩了，然后把你手里珍贵的筹码交出来。他们想让你觉得，哎呀，白银没戏了，这玩意儿就是个坑，赶紧卖了吧。如果你真的卖了，你就正好中了他们的圈套，他们正愁没地方买便宜的实物来填补那个巨大的窟窿呢。所以我想告诉大家，这根本不是什么市场崩盘，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诱空，这是一场心理战。他们利用信息不对称，利用你的恐惧，想把你洗下车。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的思路已经清晰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那既然看懂了，我们具体该怎么做？是不是现在就要梭哈？别急，我不喜欢讲那些模棱两可的废话，我直接给你3条最实用的建议，听好了。第一条建议，也是最核心的，坚决远离任何纸白银产品。赶紧检查一下你的账户，如果你还持有 SLV 或者银行里那种不能提现货的纸黄金、纸白银，赶紧换掉。拿着这些东西，你就是在给敌人送子弹。你买的越多，他们用来砸盘的筹码就越多。你要买就买真的，去买实物银条、银币，哪怕有些溢价，那也是真正属于你的财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安全感是谁也夺不走的。如果你觉得实物存储太麻烦，你可以去买 PSLV， 或者去关注那些底层的白银矿企股票。矿企是白银价格的放大器，银价涨1倍，他们的利润可能翻5倍，股价能翻10倍。第二条建议，把你的心态练成防弹衣。接下来的日子里，白银价格可能会继续上蹿下跳，甚至可能会出现更大幅度的暴跌。摩根大通为了自救，
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得出来，他们可能会把银价砸到一个让你怀疑人生的地步。这时候，你千万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价格是假的，库存是真的。只要食物短缺无法解决，价格回归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价格暴跌，那是上帝给你的礼物，是倒车接人，是让你用白菜价买真金白银的机会。不要在恐慌中割肉，要在恐慌中贪婪。第3条建议：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千万别借钱炒股。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你不能倒在黎明前，不要上杠杆，不要用你下个月的生活费来投资，用你的闲钱买入，然后像一只守财奴一样死死拿住，这就是所谓的钻石手。朋友们，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一边的美联储印钞机已经烧红了，钱越来越不值钱；另一边的白银作为人类几千年的货币，作为新能源时代的石油，它的价值却被人为的死死按在水底。这不仅仅是关于赚钱，这是关于公平。华尔街的那帮人，他们坐在高楼大厦里，喝着香槟，以为可以通过敲敲键盘就永远奴役我们的财富。他们以为我们看不懂他们的戏法，以为我们会像过去几十年一样，被几个恐慌新闻就吓得屁滚尿流。但这一次他们错了，因为我们觉醒了，因为我们看透了那5900吨白银背后的谎言。我知道这条路注定不平坦，你可能会被身边的人嘲笑，说你是阴谋论者，说你是不是傻，银价都跌成这样了还拿着，没关系，让他们笑吧。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当你看着手中的实物白银，你要知道，你手里握着的不仅仅是金属，它是工业的血液，是光伏板的核心，是电动车的必需品，更是未来财富转移的门票。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也是希望大家在评论区思考和讨论的：你觉得摩根大通这次能再次只手遮天，把窟窿填上吗？还是说散户这次真的能把这只金融巨鳄给逼死？如果你觉得华尔街必胜，请在评论区打资本无敌。如果你觉得这次散户能赢，或者你已经做好了长期持有的准备，请在评论区打出那2个字：拿住。我是真的很好奇，到底有多少人看懂了这个局？我也很想看看评论区里会不会有华尔街的水军来洗地。如果有，那正好说明我们戳到了他们的痛处。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种深度的硬核内容做起来真的非常耗费心力。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这些对你哪怕有一点点启发，让你看清了一点点迷雾，请一定不要吝啬你的点赞，你的每一次转发都是在揭露真相。这不仅仅是投资，这是一场革命，而你已经身在其中。下期视频我会为大家深度拆解，如果银价爆发，哪几个板块会最先受益？不想错过的朋友一定要点订阅。